思考一下，如果 iPhone 真的降到这个价格，它对市场的影响会有多大？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前支影片我们有提到嘛，现在苹果这个品牌，他们在年轻的族群里面，不论它的品牌好感度啊，还有它各个商品的市占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还持续在升高。那还有很多潜在用户，他们在下一个装置的选择上面，也都是以苹果为首选。那这个是以苹果现在目前的销售策略下面就能达到的结果。那其实我们看回来，苹果在这个竞争品牌之中，或者是在同类型的产品里面呢，他们的定价一直是偏高的。那以手机来讲，我们讲 iPhone 嘛，它旗舰型产品是定价最高的，他们中阶机种也是定价最高，但甚至他们现在的入门机种 iPhone SE 3，一个沿用多年以来 iPhone 的设计，它的定价还是$429起跳。那这个相对其他品牌，可能中阶的机型大致上就是卖这个价格。那另外我们看到平板里面的 iPad。那相对现在最入门版的 iPad 也要$329，那这个跟我们市面上看到很多入门啊平价来讲，它的价格是多了好几倍。那在我们看到年轻族群最爱的 AirPods， 现在最新的 AirPods 3系列，它的起价也是要$180，然后一直到 AirPods Max 的$550，然后还有 Apple Watch 这种智能穿戴系列啊，更不要去讲到 Mac 它的价格跟现在市面上的 Windows PC 差距有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说，这个苹果商品的这个入门门槛真的是不低。你如果只是单在行动装置要达到苹果的全家桶的话，我们就讲 iPhone 啊、Apple Watch、AirPods 来讲，整合起来至少都要$1000以上。那以这样的产品定位还有它的价格区间，他们还能在青少年族群里面达到那么高的市占率，真的是蛮不简单的。那现在传出来这个所谓订阅制的 iPhone， 这个部分如果成真，或是很快我们就会看到的话，那它基本上就能完全去补足先前很多因为这个高门槛而没有办法选择苹果商品的用户。那其实有很多观众提问到啊，说现在在提到这个订阅制的东西，跟我们先前可能在美国或其他市场有看到这种很类似订阅制方案的 iPhone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它本质上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啦。那以现在美国来讲啊，苹果本身自己提供的叫做 iPhone 升级的这个方案，虽然是直接透过苹果，可它中间还是有一个金融银行的机构。那它使用方式大致上是这样，如果我们以 iPhone 13 Pro 来讲，那它的起价是$999，然后你拆成24个月，然后你再用这种升级方案的话，它就强制你需要使用 Apple Care Plus。那这样每个月需要付的价格是约$49.91，我们就讲$50。那如果是入门级的 iPhone 13 mini 的话呢，它的每个月要付的价格就是$35.33。那既然这个方案叫做 iPhone 升级方案，它的本意就是说你每12个月就可以去升级到最新一代的 iPhone。那当你这个12个月的期限到之后，你可以回到苹果，跟他说，你要升级新的 iPhone。那这种时候呢，因为你已经付完了12个月，你现在既有手上这只旧 iPhone， 苹果就会估它的残值为50%，因为你剩12个月没有付完，它就以50%跟你回收这一只旧的 iPhone。那这种时候，你这只旧的 iPhone 呢，就代表说你已经全部付清了哦，你自己付了12个月，加上苹果给你的12个月去抵消掉。那你这只 iPhone 就跟你没有关系，然后你再同时再申请另外一只新的 iPhone， 在24期这样去付下去。那其实这一类的方案，除了苹果本身之外呢，在美国有非常多电信商也有提供这种方案，就是每10个月让你去更换一次新的合约。那虽然流程听起来有点像是订阅制，可你可以看到它本质不太一样，它还是有这个残值啊、收回来啊什么等等的问题。那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要付完这个24个月，就代表你完全拥有了这一只 iPhone， 那这种时候你就不用再付款了。所以讲回来，还是比较像变相的分期付款啦。那差别就是说，苹果在这个回收啊、更换的流程让你做的比较简单，然后它的所有的估值什么，在你买下这支电话或申请这个方案的时候，都已经预先定好了。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订阅制，它比较像是你现在可能有看到软体型的订阅制方案啊，或者是 App 的订阅制方案。你基本上不算是分期的去买下这只手机，你只是在付它这个月的使用权利，或者是有点像是你租用这支电话啦。那既然你不是分期付款，慢慢的付完这只手机，也不会有什么残值的问题，基本上就是你订多久就用多久。那我们来想想说，这样的方案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有讲到嘛，苹果的产品算是高单价、高门槛，那所以我认为苹果在这个订阅制的方案下面，可能也要跟先前的所谓升级方案去做出一个区隔，因为毕竟你不管付多久，都不会真的拥有
有这只手机嘛，这个就是你要一直付下去才有手机使用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订阅制上面，我们先排除旧用户这个区块，我觉得它很大的意义是在于吸引很多新的用户，可能先前因为这个门槛没有办法进来。那我们知道苹果它其实近年来非常多的收入来源是在他们服务性质的产品上面，那像是 iCloud、Apple Music 啊，他们 Apple Arcade 啊、Apple TV Plus 什么等等，其他还有 App Store 里面的一些分润。那现在他们也把它整合在一起，有一个 Apple One 的订阅制服务。那所以你想想啊，这个订阅制的，他们一开始在宣传的时候就可以说，你一个月只要付30-40块美金，你就可以进入这个方案。那你进来之后，你先拥有这个用户进来之后，再吸引他们开始去申请苹果账号啊，使用 iCloud 啊，使用其他苹果服务性质的产品。那他们更可以把这些服务性质的产品，像是 Apple One 跟 iPhone 直接整合在同一个订阅制的方案上面。那这个就一开始你可能要消费者直接掏出1-2万块才能进入你这个生态链来讲，现在你只要少一点钱就可以先拉他们进来，然后让他们去习惯这个使用方式。那你对比可能将近1000块到2万块之间，这个可以去弥补掉先前抢不到一个很大块的市场。那我们刚算出来，以现有的分期方案来讲啦，那以 iPhone 13 mini 来看，它一个月只要将近1000块台币，35美金左右。那这个之间还包括了 Apple Care， 因为那个方案它本质上面还是分期付款，所以它还是要有一个摊平的方式，比如说它24期摊平的方式嘛。可是如果在订阅制上面，或许就没有必要照这个，你总价一定要去摊平啊，12个月什么等等。因为既然它本来诉求是吸引消费者一直付下去，然后进而去使用它服务产品，或许就不用照那个定价的规矩来。那我们以现有的例子，像是 Apple One 来讲，那其实你去拆开它每一个服务分开订阅的话，它的总价会比你去订阅单一 Apple One 的这个价格还要高了不少。那苹果用这种整合在一起的方式，然后降低它的价格，给你很好的优惠，然后让消费者反而会因为这样而去使用更多他们的服务。那使用他们更多的服务，就代表你更离不开这个生态圈嘛。那当然他们在硬体上面也可以做一样的方式啊。那今天我们像刚刚讲到的，可能 iPhone 结合 Apple One， 那或者是单纯在硬体上面，你可以说，今天如果你可以订阅 iPhone 跟 Apple Watch， 或者是你两个同时一起订阅的话，我们再把 AirPods 也包含在这个订阅制里面。那你因为选择这个全家桶的订阅方案，你付的钱没有比本来多，可是你得到的商品比本来还要多一点。那或许就不同的选择啊，向上加可以加 iPad 啊，或是 Mac 什么等等服务。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把 Apple One 再包进去，然后给你更大的优惠。那光这样对我现在这种现有用户而言，就已经有蛮大的吸引力，因为我知道我总共付出去的钱会比我现在付的还要少，因为我本来就使用苹果全家桶嘛。那对先前有使用苹果产品，却又还没有使用很多苹果服务啊，被苹果服务绑住的人，那现在又有一个更大的诱因，他们可以用很少的钱就进入这个全家桶的系统，然后每年还能拿到最新的苹果产品，相信也是有它的吸引力在。那我们再来看到先前可能觉得苹果价格太高的学生族群，因为我至少知道我以前学生的时候是不可能去买 iPhone， 那现在这个月费制的方案，让你每个月付一点钱就能享受使用苹果的产品，那相对先前你要存一大笔钱才能买一只手机，这样比较起来呢，相对就是轻松了不少。那如果苹果在订阅制方案也不单单只是给你 iPhone 13或者最新旗舰等级的这个手机的选择，那他们可能也给你 iPhone 12、iPhone 11或者像现在的 iPhone SE 3的话，那在每个月订阅制的费用又再降低了不少。我们以现在 iPhone SE 来看起来的话，可能就是大概600-700块你就能进入这个订阅制，因为反正苹果的重点就是先绑住更多的用户进他们生态链里面。而且我觉得在未来几年啊，进入 VR 还有 AR 的时代，或者是你们讲所谓的元宇宙的时代，会是一个很好市场革命的机会。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各个族群对这些内容啊、操作还有使用还有取得的这些习惯，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对很多新公司而言呢，这个会是一个蛮好切入的机会啦。但对苹果这种已经很成熟的这种公司来讲，我觉得他们比较需要去考量到的是怎么抓住绑住现在现有的用户，那同时间呢，也要让新一代愿意去接受他们的品牌还有产品。那我们都知道苹果现在也在发展 AR 跟 VR 的装置，那可能是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初的时候就会正式发售。那我们不要看到好像苹果现在市占率很大，就理所当然的觉得说，他们再来进入另外一个时代之后也会接受那个市场。因为过去我们都可以看过太多的案例，像前支影片有讲到的嘛，在这20年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管是消费者的行为习惯，或是这些社群媒体的龙头，都是一直在换人。那像 Facebook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在一个没有办法保留现有的用户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吸引到更多新的用户进来。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家公司现在岌岌可危。那他们想要把他们在前一个世代成功的案例转移到 Metaverse 上面，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困难。那苹果当然相对来说现在是处于一个比较有益的状态。那前一支影片我们也有
有提到嘛，苹果它在青少年的好感度是一直在提升的哦。那市占率同时也是。那一个相对老的品牌来说，这个是不简单。那也代表说苹果他们一直在走的策略是非常的正确。那其实 Tim Cook 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啦。以现在这个阶段看来，苹果在现有的用户，他们也是想尽各种方法，把他们抓得更紧啊，把他们抓得更牢。但同时间呢，他们在开发新的用户、新一代青少年的这个好感度跟接受度上面，也是一直在提升。那总和这两者的优势起来呢，自然对他们而言，要进到下一个时代来讲，在市占率上面呢，就已经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那同个时间呢，也因为这个比较安全的市占率，或者说他们现在很多既有用户啊，还有新用户即将进来，对他们产品生态链的依赖度来讲，也会给苹果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定义下个时代的产品应该是往什么方向走。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iPhone 的所谓的订阅制，其实我自己看来不单单只是说这个单一的产品哦，就是说这个 iPhone 可能会变多便宜，让一般人可以去买到。我觉得最大的重点还是苹果在计划在下个时代里面，怎么样让更多的用户更习惯使用他们的产品，或者说更习惯用这种消费的模式去使用他们现有的硬体啊、软体啊，还有他们服务性的产品。那当然，最后我也是希望听看你们大家的想法，你们对现在他们所提到 iPhone 即将进入订阅制，或者说可能结合其他的苹果产品进入订阅制的这个模式，你们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这样的模式有没有办法延续苹果在上一代的成功？那或者说你们对这样的订阅制会不会改变你们对苹果产品购买的习惯？那都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一下你们的看法咯。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店，下次影片见喽，拜。